哎，回来了，回来了。苏萍，我回来了。同志，你走错门了吧？苏萍，孩子呢？我听说是儿子。你先告诉我，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还是出差吗？我还以为你出家了呢。这话说的，我知道，辛苦你了。来，你看我这给你买的黄桃罐头，这不好买呢。这个好好给你补补身体。还有这个糖水蜜橘，本来能早回来，中间又遇到点麻烦。什么麻烦？就是工作嘛，工作遇到点麻烦。什么工作？你看你，又把脸晒成这个样子。能不能先让我看看儿子？亮亮，亮亮，哎呀，儿子，洗手去。啊，讲卫生，讲卫生。亮亮，看看谁回来了？亮亮，你爸爸回来了，亮亮。儿子，你叫亮亮啊？啊，亮亮啊！哎呦，尿布换好了啊，现在儿子归你了。不是，这怎么抱啊？啊，儿子，你是不是这样舒服点啊？亮亮，哎呦，儿子是挺亮的啊，你怎么长那么白呀？像妈妈是不是啊？啊，眼睛像爸爸。你干嘛去啊？逛街去啊！我已经3个多月没出门了，儿子现在归你了。刚换下来的尿布别忘了洗了啊！不是你走之前你教我这怎么抱孩子？你看他瘪嘴了，他是不是不舒服啊？你是他爸爸，你爱他，你就会抱他。你这真不教啊你？儿子，爸爸是爱你的，肯定爱你啊。哎，嫂子，出门啊？佳栋回来了，我去买菜去。哎，你们家肉票还有吗？能借我1张不？佳栋喜欢吃红烧肉。有，我带你去拿去。走。同志们啊，聪明人做事也要学会用笨方法。对各个分系统的分析试验结果我已经看了。这段时间大家很辛苦，也很有成效。佳栋啊，你来总结一下。从总体方案上看，导弹的稳定系统没有考虑到弹体加长以后弹体弹性振动对控制系统的影响。飞行中，振动与自控系统的耦合是导弹失控的主要原因。发动机的推力提高了，但是结构强度不够，导致发生局部的破坏，
还有发动机的燃烧不稳定，其原因是地面试验不够，没有及时发现问题。同志们啊，我认为这是一次最惨痛，也是最宝贵的教训。地面的工作没有做好，上天之后就有失败的重大风险，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故障清零，彻底消灭在地面上。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原则，也是底线。李队长，我们又迷路了，去发哨场吗？这边走，驾！上车！两位同志，请往这看。永远不能马虎。这回随便检查啊，有任何问题，我这个脑袋就要给你们带走。家栋同志，咱这导弹真威风啊！哎，你上次说能打多远来着？1200公里。我就要搞到这包糖了。糖？什么糖啊？想吃糖还不容易吗？回头拿10包给你吃，管够。真够大方的。哎，科学家，能不能透个底儿？这回咱们有多大把握呀？如果说2年前我们只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咱们骑着自行车照样上月球。这话谁说我都不信，我就信你科学家。
岳森呐，我已经向中央打了报告，尽快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你来当院长，把七机部和中科院的人才都集中起来。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都穿上军装，起码多一个保护？是啊，一个科学家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宝贵财富啊，不能因为政治运动而影响了你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央对您一直是很信任的，您是不是多虑了？薛森同志，情况天天在发生着变化。薛森同志啊，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岗位，东方红1号的研制，你们要继续呀，拜托你了，元帅。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下了决心，要在1970年将我国的第一颗卫星送上天。你认为先从哪几步开始走啊？卫星研制是个庞大系统的工程，总体设计最为关键了。是啊，以前是赵九章同志负责，现在这一块儿基本上停滞不前了。是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任命一个新的总体设计负责人。这个同志不仅要懂专业和技术，还要有大局观，还要能团结同志，可以说集魄力、智力和领导力于一身。我呀，考虑了很长时间，没有考虑出来。你这儿有合适的人选吗？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小沈啊，走，吃饭去。司务主任，你是？你好，我是国防科委的参谋胡启正。啊，胡参谋你好。你好。给。请问这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是什么单位啊？中央刚刚组建的，主要任务是研制咱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我没接触过卫星，为什么调我去当总体设计部的负责人啊？是钱学森先生推荐的，聂老总已经批准了。你把手头工作交接一下，2天后我来接你去报道。谢谢谢谢。总体设计负责人，卫星58年就开始搞了，因为困难重重，几度搁浅，终于又要重启了。让一下。你找什么呢？你找什么呢？Ох, ребята, сейчас обрадуются! Сейчас мы им расскажем! Ребята, новости Велик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ш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спутник Земли уже поднялся в космос! Это первое зерно в бассейне с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м! Слава и честь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юзу! Xiao， 你看这《真理报》上说的。说人造地球卫星相当于在天上多了眼睛和耳朵，是人类在太空中的新领土，是迈向宇宙的第一步。什么时候咱们国家也能有自己的卫星啊？在咱们头顶，现在已经有3颗卫星了，可惜都是别人的。管他呢，机会来了。现在终于轮到咱们了。飞向太空，
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光是想想就激动。秦院长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对你是多大的信任呢？给，我告诉大伙儿去。秦院长，这回是您在我头顶上掉了一包糖。为了保护大家不受运动的冲击，总体设计部暂时先在这办公。隔壁还有几间都收拾得差不多了，等医院里的办公室安排好了就搬过去。这些是全院长让人准备的。前几年有关卫星研制的资料有很多都在这儿，其中有很多属于涉密资料。你慢慢看。啊，谢谢啊。来，说说你工作上的困难吧。有点多。那就先说最难的。时间啊！党中央批准的计划，1970年发射卫星，这个期限不能变。3年时间远远不够，这卫星规划了很多科学探测项目。我查过了，现在分系统的进度不统一，不少仪器还没动手做。即便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那各系统怎么连接起来？连接起来以后怎么做试验？这些都需要花时间来解决啊。任务时间不变的情况下，你有没有想过其他解决的办法呢？我这不是来跟您请教吗？去找帮手啊。夏栋，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战斗力强的总体设计队伍，五院呐、中科院、其他兄弟单位，只要是卫星发射方面需要的人才，你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调。有什么困难，我去帮你协调。富贵，你还真没相忘啊！欢迎加入总体设计部。高朝森，轨道计算专家。殷振福，结构设计专家。沈昌林，热能控制专家。谢泽忠，通信工程专家。林德荣，飞行器动力专家。陈希远，符合材
材料专家。别等了，他不会来了。再等等，我们需要一个懂复合材料的人。你没听说吗？他这个人性格有问题，狂得要命，在原单位啊，敢跟领导拍桌子。他不来，正好能再换一个懂材料的，又不是他一个。我看过他发表的文章，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哎，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不是你打的什么呀？这是啊？你想转又转不出来，跟老太太喝醉酒过马路似的。我还不陪你玩了呢。哎，不是说你两句还不虚心接受，你怎么提高球技啊你啊？完蛋！陈学院你好，你谁啊？我叫孙家栋。哦，有事吗？听说你病了。对，很严重。但看你刚才打球状态很好，表面现象吧。会玩啊？上学的时候打过几天。来两句。来。1-0。哎呀，这球也太转了。算了，你呀还是找个老师好好学学吧。你这球技实在是太差劲了啊！快点给我。陈选同志，我来啊是想请你去卫星的总体设计部去工作。卫星啊，现在8字连一撇都没有，短期内肯定是搞不成。我这个人呢，比较短视啊，不想浪费时间做无用功。问题肯定有，但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你呢，别蒙我，也别骗你自己。咱们俩心里都很清楚，全国的工厂有一个算一个，连造卫星的零件都造不出来，怎么样会把卫星送上天呢？搞尖端科技永远不可能是万事俱备的状态，条件是靠人创造的。你别告诉我，你靠的是智慧和勇气。有的时候靠这2样，就是可能会创造奇迹。行，那这样，你拿出你的智慧和勇气，再跟我打一局，怎么样？我赢了你就跟我走。21个球，我输你3个球，我跟你走。你这换了左手是瞧不起我吗？忘跟你说了，我打小啊是用右手写字儿，左手打球。
今天这会啊，我想先从问题入手。我们花些时间把卫星的结构、热控、能源、乐音装置、短波遥测、跟踪测轨、天线、姿态测量各分系统目前存在的问题先汇总一下。我反对啊！先确定重点，才能确定方向。卫星分系统那么多，不定个优先级次序，一窝蜂的捅上去，不出问题才怪呢。老陈同志，没有调查研究呢，就没有发言权，是不是？如果现在先不把各个分系统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搞清楚的话，盲目的确定方向，只可能浪费时间。主次矛盾都分不清，才浪费时间呢。不是，可是你要是连矛盾是什么都确定不了，你还怎么分主次呢？是我同意啊，分系统现在是平行推进、互相关联的，在这个阶段其实谈不上什么主次。我反对。上次选材料的事情就听你们的了，结果呢，一塌糊涂。哎，你别这一张嘴就推卸责任啊！那他们明明就是你们。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小董同志，你表个态吧。大家各有各的坚持，谁也说服不了谁。要不这样，咱们在球场上见高低。球？行啊，谁怕谁啊？可以啊。哎，咱们中科院的。赢了他们，他们可别哭鼻子啊！没错，别哭鼻子啊！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志明，你再说说，西远现在想法怎么样？我不理他。西远，那你说说，志明现在还有什么问题？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大家再说说啊！啊！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别来。既然大家都不说了，那我来说两句。从咱们总体设计部成立以来啊，咱们大大小小的会，一共开了有32回，每次开会都吵架。但是呢，越吵问题越少，越吵问题越集中，很多困难都在吵架当中给解决掉了。大家来之前呢，各有各的研究方向，所以呢，有分歧是正常的。吵架是能解决问题，但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卫星各分系统的进度如何统筹，这是不分左右的一整盘棋，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就跟打篮球一样，你一个人再强，你能赢下整场比赛吗？我们不是对手，是队友，是一家人。对，我们是一家人。对，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是一家人，一家人。说得对，我们是一家人。哎，223，干什么呢？
现在可以加工这种材料的工厂，全国只有1家，在长春。但是原材料非常少，还是以前从苏联进口剩下的，在库房里扔了4、5年，可靠性不好说呀。还有啊，真空罐的事儿呢，我打听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生产的，可以下图纸定做，但是这质量不敢保证。七机部在贵州有个化工厂，可以生产卫星需要的银芯电池，可关键问题是体积和重量都不符合要求。材料、设备、原件都还好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想办法改进就完了。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分系统的进度问题。这么多探测系统组合在一起，比我们之前的项目都要难。3年的时间真的够吗？确实不够，按照现在的进度，起码要5年。那我觉得就打报告吧。如果不能延长研制期限的话，我觉得咱们可以解散了。你可以自己打个报告，自己退出。解不解散的事儿，你说了不算。可以。说到吃糖啊，我小时候就爱吃糖。我记着小时候我们家谷仓的房梁上放着一包糖，我那个子不够高，我就拿一个竹竿子踩在桌子上跳下来捅它，但怎么捅也捅不下来。后来我把棉袄棉裤都脱了，轻装上阵，就如愿以偿地吃到了它。你想说什么呀？我们先暂缓部分不成熟的科学探测项目，主攻卫星的本质任务，抓大放小，加快研发速度，3年就是有可能。这个办法好。要不说这个多吃糖是能补脑啊。陈学远同志，这样的话，你还准备退出吗？想法是没有问题，考虑过后果吗？你拿掉的这几个分系统，前后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你说拿掉就拿掉吗？是啊。第一颗卫星首要解决的是有无问题，同时还要测试火箭的运载能力和星舰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这些拿下来的科学探测项目，完全可以放到第2颗卫星上去。主任，我们是不是先内部做一下可行性分析啊？不要这么早就报上去。如果让科院的同事知道了，肯定会掀桌子的。可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富裕啊。你该不会是已经报上去了吧？洪主任，这是不知死活。但是勇气可嘉。这什么？啊？你说说这什么？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不胡闹了吗？这方案谁写的？孙家栋。干嘛了？他是新上任的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行啊，这个孙家栋啊，新官上任3把火呀，这是，他是要火烧我们73所啊！胡闹，简直是太胡闹了！这方案是说改就能改的吗？说简化就简化吗？啊，哪有这么简单呀？啊！麻烦大了，现在电话一个接一个，都接不过来了。孙家栋这回啊，算是结结实实的从我的大马路过了。
您怎么就一点不着急呢？我了解家栋，他做事踏实。这份简化报告，肯定不是他头脑发热的时候写的。是，我知道，您推荐的人无论是能力还是学识，肯定都没有问题。可是他要搞卫星，他一点经验没有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被经验捆住了手脚。那您就真的放手不管了？县官不如县管啊！我也想看看孙家栋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家栋，你这屁股还没坐稳，不能乱来的。你这么一搞，我们二部几十号人这几年白干了。不是，那小田，我这个方案呢，我们这也不太成熟，所以我想跟洪主任当面解释一下，是吧？你别难为我了，他不会见的。小田，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洪主任下午都是会，我也安排不出来呀。不是他忙他的，我们在外边等他。对不住啊，对不住，我真帮不上什么忙。我听说陈希远和你打赌，赌你干不到年底就要卷铺盖卷走人。我是快走人了。哎，那你们到底赌的是什么呀？哎，小田，你俩真没走啊？哎，这洪主任是加班吗？对啊，这都下班半个多小时了，怎么还不出来啊？洪主任已经走了，他们一会儿在劳务院的会议室专项研究你们的简化方案。我赶紧走了。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呢，全是专家，所以测量高空磁场、X 射线、宇宙射线这些空间环境参数的意义呢，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今天就说说这件事儿。的确，现在皮窗积分电离式的研制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认为这全是暂时性的。我们所在硅太阳能电热板的研究上已经投入了几十万的经费，一旦研制成功，将大大的增加卫星在太空的运行时间。就这一点，就远远的超过了苏联和美国。哎，小伙子，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自己就进来了？我就是孙家栋，这是我的工作证。行啊，孙家栋同志啊，够有胆量的。好，那今天我们这些老同志呢，也不倚老卖老的欺负你啊，咱就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坐吧。谢谢。哎，小伙子，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自己就进来了？我就是孙家栋，这是我的工作证。行啊，孙家栋同志啊，够有胆量的。好，那今天我们这些老同志呢，也不倚老卖老的欺负你啊，咱就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坐吧。谢谢。技术细节呢就不讨论了。孙同志，我就问你一句话：拿掉这么多探测项目，你这次发射的意义何在？我们这20几号人，我们在这儿没日没夜的，算干什么呢？上卫星，就是为了突破尖端技术，就是为了带动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的进步。明明的可以上太阳能电池，为什么偏要倒退回去，上体积大、电量低的蓄电池呢？第一颗卫星定义为科学试验卫星，现在这个方案，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妥的。没错啊，你这个简化方案，这不开玩笑的吗？真是，一点经验没有，上一个干了好几年都白干了。是咱们这20几个人白忙活了。对呀。什么事儿啊？对呀。电力室。
全院长推荐我来负责总体设计的时候，我也挺纳闷的。我在苏联的时候学的是飞机设计专业，参加工作搞的是导弹，跟研制卫星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是我？后来我明白了，因为我是个新手，没有包袱，我只关心一个问题：651的目标是什么？在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中国也掌握了航天技术。您说的对，时间是我们谁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困难。我想跟您请教，3年之内，探测系统能保证研制完成吗？丁主任，3年之内，适合卫星的太阳能电池能研制完成吗？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客观现实，那就是，不管基础工业还是科学技术水平，我们都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一口吃成个胖子是不现实的，甚至可能会被噎死。简化方案并不是搞一刀切，也不是为偷工减料找理由，而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把能实现的部分先完成，用最短的时间让第一颗卫星先上天。发射不仅是测试卫星，也是对咱们火箭运载能力的测试。能不能把卫星打上去，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请大家放心，你们的工作成果一定不会被浪费，相反，还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完善。东方红1号是我们的第一步，但只有成功的先迈出这一步，我们才会有第2颗、第3颗，乃至第100颗，在太空筑出一条属于中国的天路。嘉东同志，如果说把这几个探测项目拿下，你能保证1970年如期发射吗？没有你们的支持，没有大家的支持，谁都无法保证啊！钱院长，啊，都坐吧，坐吧。同志们，我是经常说啊，总体设计就像做生意，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样的话，哪个先做，哪个后做，这里边就有一个综合协调的学问。他们这个简化报告我看过了，思路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不够完善。所以我也建议今天这个研究会还是继续开下去，大家一起帮助孙家栋还有总体设计的同志们，把这些细节先梳理清楚。同志们啊，我们现在啊是一条船上的队友，可不是对手啊。现在英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都在加紧研制自己的卫星，在时间上我们可耽搁不起啊！钱院长，嘉栋同志，我代表我们所表个态。为了完成1970年如期发射的大目标，目前科学探测部分还不太成熟的项目可以拿掉，但是651会议定下的那12个字可不能变呐，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蓄电池在低温条件下运行，一定要注意它。没错，整个卫星的温控系统很关键。对，我们的部门一定全力配合。我们的部门也全力配合。我们也全力配合。我们部门也全力配合。我们也是全力配合。我们也全力配合。我们部门也没问题。我们部门也没问题。我们也是一定全力配合。
短波遥测装置的功率分配是早就做好的，可是现在它各个子系统根本就用不掉，怎么办？但是这些功率消耗不掉啊，影响热平衡状态啊。吃多了不消化，早晚出问题。咱们很多设备已经做出来了，这时候换挡代价太大了。不能换，不能换。哎，能不能这样？这个用串联电阻的方法去消耗功率，赋予多少我们就串联多少。哎，你这办法好啊！这样的话，不管有多少多余的功率，都能给它消耗掉。对，既不影响设备工作状态，还能保持热平衡。可别高兴太早了。回来了，看看这个。这插头做的不符合要求啊！天津的、广州的、哈尔滨的工厂都问了一圈了，就算是把苏联的样品给他们照着做，都做不出来。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吗？咱们连火箭导弹都做出来了，还做不出来一个插头。代表一个国家工业基础水平的，就是这些插头、螺丝、阀门的小东西。咱们跟那些发达国家相比，底子还是太薄了。看到没有？这就是现实。一个小小的插头，就把咱们大家都难住了。田师傅啊，这是进口原装的22针的插头，您看看您能做出来吗？试试呗。给我多长时间？1个月。1个月？哎呀，我没把握做出来。不是，这插头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真的拜托您了。哎呀，哎，那个上海无线电五厂有个叫刘全友的师傅，他手上的活也不错。刘全友？哎，对啊，全部的全，有钱的有。他是我师弟，要是2个人要是一块做的话，这把握可能要大一些。那我就抓紧去趟上海，我就说是您介绍我去的，好不好？哎，可别啊，那反倒麻烦。哎，我们很多年都没有来往了。哎。那么冷啊？不是有空调吗？你看这上海同志真抗冻啊！麻屁股。同志你好，同志您好，请问你2位到无线电五厂有什么公干？想让厂里帮我们做个零件。就是这儿，是这儿吧？对对对。这位同志，你没事吧？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刚刚脑子一时走神，想了点工作上的事情，没看到你们哈，不好意思。哎，这位同志，我想跟你打听个人啊，你认识这个无线电五厂有一位刘全友刘师傅吗？你们找他做什么？我是上海革委会的工作人员，这位是从北京来的同志，我们想请刘师傅帮忙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哦，对，我们有介绍信。啊，可是不巧了，最近我师傅刚刚生病，可能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工作。刘师傅是你师傅啊？哎，我叫李康。这也太巧了。哎，你从北京过来的，怎么知道我师傅呀？啊，是北京的一位同志介绍呀。田师傅吧。因为除了田师傅，没有人能更了解我师傅了。是这样，本来我们做的这个零件啊，田师傅给在做，但是他说刘师傅手艺也很好，如果2个人同时做的话，成功的概率会更高一些。你们做的什么，方不方便给我知道啊？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老林，好，上海那个李康的23针寄过来了。我看。
试上。一行1，通。一行2，通。一行3。哎，一行3。多次拔插以后就接触不良，还是工艺水平达不到。现在这个情况，根本没办法从苏联进口，要不要让外交部的同志们问一下？这算是敏感原件，就算是你有外汇，也未必能买得到。不是它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你看，李师傅这开槽啊，它设计有问题，太短了，而且这里面还有毛刺儿。啊，倒是这个插头质量还勉强合格。那田师傅的呢？田师傅这个开槽吧，宽度和长度倒是基本合格，但是里面导体的工艺不行。我听着是他们俩能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呀，那是不是他俩能一块合作，这工艺就能完善了？讲的太简单了，这不是插头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这徒弟算是把真本事学到手了，哎，不容易。我那个师弟呀，那是鸡蛋里挑骨头的主，能得到他的认可，这小伙子不简单。这插头的草图是刘师傅亲自画的，他不是有病人入院吗？非要自己画，医生都拦不住。他是怕输给我，打小学手艺的时候就处处跟我比。田师傅，您抽空跟我去趟上海呗，也帮着指导指导李康。上海无线电五厂设备全，材料也新。你另请高明吧。哎，我不去。田师傅，您是怕刘师傅有意见啊？我不能搁这灶台上炕啊，让他说我坏了规矩。还真是让刘师傅给猜着了，他就料到您不敢去。我这是给他留着面子呢。您看，发了电报，说李康要是在您的指导下能做出合格的插头，他愿意点头认输。哎，田师傅，买车票去。这么多人都是给咱们做插头的呀？都是。这回多亏了胡亚平同志的帮忙。前段时间我们把消息放出去了，附近的几个省市的工厂听说田师傅和刘师傅要在一块儿比拼手艺，他们啊就把工厂里的骨干全部派出来学习。这不，工具跟材料都是师傅们自己带过来的。太厉害了！哎，刘师傅，田师傅，田师傅，田师傅好。哎呀，真的是能够把二位同时请出山，这要比登天还难呀！本来啊是躺在医院等死的人，要不是亚平同志和李康天天跑医院来谋我，为了祖国的强大，真的是辛苦二位师傅了，太感谢你们了。哎，我带你们去那边看看。好，好，二位忙啊，您忙着。听见没有？要不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我才懒得给你打电报。我要知道这电报是这么打的，我绝对不会来。那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师兄了。我有什么好见的？我想着最后再跟你比一下，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你呀，你到了都改不了这争强好胜的臭毛病。有种多活几年，
跟我比一比，看看谁能先抱孙子啊！烦死了！你疯！没事。等会儿。干活吧，干活吧。 22针，接触良好，合格率95%左右。太好了！这解决的不是一个插头的问题，这解决的可是一个产业的问题啊！我们向紫金山天文台进行了求证，目前我们这颗卫星的亮度只达到了7等星。 在地球上用肉眼观测，相当于站在长安街的一端看另外一端的一个苹果。为了实现看得见，陈旭远同志提出了借鉴显星，请大家看。这个像裙摆一样的东西，安装在第3级火箭上。 发射成功之后，会对它进行充气，然后它就会展开，成为一个直径为3米的观测球。其材质为聚酰亚胺织绸，在真空箱里镀了铝，反光度和耐用性都符合要求。经过测试，能达到2等星的亮度，可以用肉眼直接观测得到。 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听得到。等卫星进入到轨道之后，这套乐音装置会通过电波向全世界播放《东方红》乐曲。怎么样？查出来没有啊？这零件都正常的，没有问题啊。那没有问题，怎么会走音变调呢？我也想不通呢。这每一个零件都仔细的查过了，确实没有问题啊。你知道这首歌的特殊性，卫星一旦上天走音变调，那就不只是单单的技术问题了，8个音节、1个音符都不能错呀。我建议重新做一个，每个步骤都要进行技术核验，看看是不是有我们忽略的问题。 我马上安排。2天之内能做完吗？2天，这么大的工作量，最少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今天是7号，国防科委的几个首长10号要来视察卫星的工作，你必须在这之前解决问题。我有个笨办法，以前排查导弹的故障的时候用过。什么办法？逐点逐级检查所有的电路。你确定？这会浪费很长时间。所以要抓紧时间啊！孙主任怎么还不回来？首长们都快到了，怎么办？
我们是受到雨伞的启发。当这个球体展开以后，它的直径有3米长，折射亮度会非常的亮，相当于一个2等星的亮度。呵，这个是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吧？是。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球体的材质吧。它的这个材质是把这个打开来听听。哎，打呀！家栋同志，这是环氧树脂。对。那个，领导都已经来了，你们俩赶快去，车给我，老陈在那盯着呢，快坐，快坐，快坐。首长，对不起，首长，这是运营装置的电路板。这个东西叫环氧树脂，是用来固封乐音装置的。但是它一旦渗入到电阻里，就会使乐曲走音变调。汪金柔同志已经改变了固封方法，排除了问题，请首长检验。老陈，帮我一下。怎么样？哎呦，你们都是不知道老孙这胆子有多大，他扔的那一下，首长我都惊呆了。我今天确实有点冲动了，现在还有点后怕。还好你今天冲动一下，要不然真没法收场。哎，别看你平时能吹，这关键时候还得靠家栋同志。
之前我赌你干不过3个月。你这是愿赌服输啊？别拉倒。我怎么不要了？来，快，说好的。我这人啊，说话算数，输了就是输了，给你。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输了，不代表你永远都会赢。这个拍子只是暂时放在你那儿保管，我一定会拿回来。我一定替你保管好。但是呢，我这人赢来的东西从来没输过去。哼，那你之前是没碰到我，走着瞧。哎。装好了吗？差不多了。哎呦，你说当初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觉得哪儿都别扭，现在要走了，还有点舍不得。你可以打申请，你留下来。我要打申请，我就申请你跟我一块儿留下。我可不跟你一块儿留。这里见证了咱们最艰难的一段路，马上就要见到胜利的曙光了。厂里已经开始样型组装了，顺利的话，1周以后就能开始各项测试。上车了，走。走。你说新5院改建完漂亮吗？算是能休个礼拜天了。我跟你们说啊，搬完家以后，我必须睡个懒觉，9点以前，谁也别想把我叫醒。明儿我可得早起，好久没打篮球了啊！明天陪我打球去。打什么篮球啊？哎，有没有钓鱼的？一块钓鱼呗。老孙，你明天干嘛去啊？我答应我爱人，明天陪着孩子去爬山去。没劲。哎，你好，这个鞋拿出来我看看。好，谢谢啊。这双最近断货，昨天刚到的。您看看多大码合适？稍等啊，拿这帮我量一下。这是您自己做的？啊，我们这个特意量的，怕鞋码不准。您看这个可以。哎，这合适，这合适。这多大？可以可以，来一双这个。您是搞科研工作的吧？做事认真严谨。来试试，看合不合适，合适就穿它爬山去。山路费鞋，穿旧的不合适。这买都买了，就穿呗。儿子高兴坏了，不到8点我上床睡觉，说明天要早点起床，和爸爸一起上山看日出。确实太长时间没带咱们出去玩过了。可不是，上次去动物园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哎，咱家相机搁哪儿了？我在抽屉里没找着。啊，在里屋那柜子里呢。你去找找，明天正好多拍点照片给我妈寄去。他们都写信要过好几回了，
说想看看亮亮和红红现在长多高了。谁啊？怎么了？出事儿了。样星超重了，现在没人拍板，整形组成不了啊。超了多少？具体的数字也不知道。你说当初研制任务书上各个分系统的重量都是规定好的，怎么还能超重呢？这问题不解决，后边什么测试都做不了啊。实在不行啊，再把整形出厂时间再往后拖一拖。咱俩先去厂里看看吧。哎，别去了，人车间的师傅已经1个礼拜没回过家了，刚放人家走。那就明天，明天咱俩都去。谁呀？同事。怎么没让同事进屋坐坐呀？找我说点事儿，说完就走了。什么事儿啊？要紧吗？工作上的事儿，可能明天上午需要去处理一下。啊？必须要去吗？明天是星期天，单位不都休息吗？这也是临时出的事儿。妈妈，爸爸呢？他还和我们一起去爬山吗？今天妈妈带你们去。总重量是176.65公斤，现在超重3.65公斤。个别分系统能不能考虑减配，把一些辅助功能暂时拿掉？已经减配了，重量是下来了，但是故障一下就上来了。你减配这招肯定是行不通啊。3.65公斤，也就是一颗大白菜的重量。哎，运载火箭上百吨的推力，我们是不是有点过于谨慎了？美国探险者1号总共才8公斤，多1克的重量就多1分风险。这样啊，我刚才观察了一下，里面有这么几个零件，可以换成更轻的材料，但是就是得重新设计。你说的是简单，但是时间现在根本就来不及。别考虑时间的事，先解决问题。别忘了东风2号的教训，必须把故障消灭在地面上。大家发现没有？所有的仪器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情况。你的意思是？研制任务书里，只有音乐盒上的浮雕主题项章是设计好的，但其他部分我算过了，大大小小加在一起有100多块，这就是整星超重的原因。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之前决定往仪器上装主席项章，也是各单位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爱戴和敬仰，是吧？对，是。出发点肯定是对的。至于说这些项章会不会给卫星安全造成隐患，这个不做进一步的论证，
谁也不好说。目前最好的减重办法，就是从香樟入手。你要干什么呀？拆掉。老孙，我跟你说，这些话在内部说说就算了，如果让外人听见，一定会给你扣帽子的，你知不知道？对，哪说哪了啊！啊，出了这个门，一个字都不许提。你这是引火烧身，给自己找麻烦。那个整形减重的事儿，再想办法。同学们好，主席好。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啊，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在苏联呐，要好好学习，认真学习。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嘞。希望你们学成后，建设我们的国家。